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阳讲坛。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。我们眼前的是茼蒿菜，它是耐寒性比较强的，就说有资料说它能扛过零下8度到12度的这个最低温。那刚好多伦多这个12月、1月份、2月份气温都非常寒冷，那个时候很多地里面基本上没菜了。但是好在多伦多天气呢，它冬天晴天比较多，太阳比较好，它能扛过零下12度。那我们就用这个菜来作为冬季的一个品种。它这么优秀，那怎么种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茼蒿菜是中国著名的宫廷菜，保健效果非常好，风味也非常好。但是问题种植上有一定的难度，它难度在哪里呢？如果你春天种，它一定是抽苔的，因为不了解它的特点嘛。它是什么属于特性呢？它就是属于越年生的，那就是说上一年种，到第二年它越了冬以后，第二年春天来开花结籽的。如果你在春天种，那肯定是开花结籽。那好了，我们利用它的耐寒性，刚好在冬天种它，种了以后弥补冬天春天缺菜的这个缺口。我这个是怎么种的呢？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。我是在7月上旬种的。好，有的朋友就会问，那7月上旬怎么种这个菜？我地里面都有这个茄子啊，都有西红柿啊，都有辣椒，都有豆角啊，没地啊。如果那个时候你没地，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有这样的茼蒿菜。那我又是怎么种出来的？我这一块是原来是种茄子的。茄子最后拉秧，最后一颗茄子拉秧是在8月下旬，很晚了。那为什么茼蒿菜种出来的？那这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茄子这个立须采收的时候，立须要打叶子。那打了叶子，到了7月的上旬、中旬，刚好茄子的下部是有空间的。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间，茄子原来的这个行距很大，就是40公分左右的行距，30公分左右的株距，那刚好下边倒了叶子，空间很大。我们把这个土疏松一下，松了差不多有5公分左右的，它又不影响茄子的根系，因为茄子根系深。疏松完了以后，撒上 Rose Delight 第5代土壤活化剂。1个平方米，这个我知道茼蒿硒肥量比较大一点，我就撒的多一点。1个平方米撒了差不多200克。为什么撒这么多呢？如果撒别的肥料鸡粪，那肯定把这个茄子烧死了。它这个 Rose Delight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用多一点，它不会烧苗。那茄子很安全，上边的茄子继续收，那下边的茼蒿菜慢慢长出来。等到8月底把茄子拉秧以后，那个时候茼蒿菜已经长了3到5公分那么深了。我把塑料薄膜一盖，盖它2个星期以后，茼蒿菜迅速长起来。那我第一次茼蒿菜收获是在9月15号，到现在其实才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已经收了4次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准备来收第5次。这个的话，到整个冬天我是准备收，就是2周一次这样收的。那一次产量照这样收可以收很多。那我们家6个人，那一次收大概收不到1个平方米就够吃1顿了。好，现在就开始收。大家看一看这个茼蒿菜有多好。好，看看这个又肥又嫩。你想种茼蒿菜吗？可以借鉴我这个方法，就是让茼蒿菜在没有地的时候寄宿在夏天的瓜果蔬菜下边，茄子也行，辣椒也行，西红柿也行，就这样的方法。如果你照往常的方法，说9月份种茼蒿菜，10月份种茼蒿菜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它不死，但是也不长，没有产量。我们现在让它有这么个强壮的身体，它一定给产量。这茼蒿菜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
我们这个叶菜大部分是十字花科的，像白菜啊、甘蓝啊、芥菜啊、上海青啊、无他菜啊，它的好处固然很多，但是十字花科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土团病害、大根病非常的严重。如果连续种它3年，几乎不能种。那这个茼蒿菜属于菊科的，它不但对人的身体有保健作用，它对土壤也有保健作用。那我们作为它一个和十字花科轮作的一个品种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种。而且茼蒿菜的话，它是这样的，就说我们是收割高度在5公分左右，留一段，不要切地剪，让它不断发出新的嫩枝出来，我们不断采收新的嫩枝。它的一生可以收大概20-30次，因此产量非常高。我的土壤活化剂这个肥效很长。茼蒿菜正儿八经开花结籽的时间是在明年的5月份、6月份，那咱们这个茼蒿菜就可以一直吃到4月底、5月初，那产量是杠杠的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祝大家种植愉快，身体健康。